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来自韩国的免费的语音识别软体，那它的名称叫做 Varoo。Varoo 的发音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大家再来告诉我。它除了能够把 MP4 跟 MP3 的档案转换成文字的内容以外，它也提供了简便但是功能还蛮完整的字幕编辑的功能。像右边这边看到的就是它的编辑的画面，对于需要制作影片的字幕或者是逐字稿的场合，它能够很方便的做识别、编辑以及产生最后的字幕档或者是文字档。可以说从字幕的一开始的转换编辑到最后面的产出都是一站式的服务，可以说透过它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做这些字幕的操作。同时在产生这些最后的档案的时候，它还有自动翻译成不同语言的一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勾选需要翻译的语言，一次就把需要的语言全部产生出来。可以说在自动翻译这一边，它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不需要自己手动一个档一个档的转，它可以一次就转出多个语言。Varoo 它也提供了一个线上试用的网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到网站上面先体验一下。如果你觉得对你的字幕的产生有不少帮助的话，不妨下载下来安装并且使用。Varoo 看起来是使用 Electron 的网页的技术，它有 Windows 版、macOS 跟 Linux 的版本。只要到它的网站上面去下载对应作业系统的版本，就可以直接执行。它在分析语言的时候必须要连上网路才有办法来运作，那因此机密性比较高的影片就不要使用它来做语音的识别。我建议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可以先去免费注册它的会员，它的会员是可以不限时数来使用它的辨识的功能。那如果你不注册会员的话也可以使用，但是它就有1个月最多只能识别90分钟的限制。那因为现在会员不需要费用嘛，当然建议大家就是去注册一个免费的会员，就可以不限时数的来使用它的。它目前支援的语音识别的语言中文、还有英文、日文、韩文跟西班牙文，可以说几大主流的语言它都通通都支援了。那下面就拿我以前录制的没有字幕的影片来做实际的操练，直接拿刚刚录制的前言的部分来直接做展示。首先进入到 Varoo 以后，可以到文件或者是 Home 这里，它都会有一个新项目，我们点击新项目，然后选择要使用的服务，可以从 MP4 或是 MP3 或者是由文字产生语音这3种服务来任选一个当做你专案的一个类型。就先从视频开始，也就是从录制的影片开始，再来选择的片档。好，这个是我们的影片档。接着它会让我们选择语音识别的语言，目前就是有这几种。韩语它这边就直接写成是朝语，朝鲜语，点击确认，它就会开始把档案上传到它的网站上面，并且开始分析语音，然后会产生逐个的语句。现在正在分析3分钟的声音，这个就是表示我上传的档案只有3分钟的长度。那后面这个使用分析实践室这个会员呢，总共使用了30分钟的语音识别的一个时间。好，它分析已经完成了，完成以后它就会把刚刚分析好的结果显示出来，做大一点。你可以看到它把每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影片的一个片段那每个片段里面呢，会根据你的发音、你的语音会切割成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那因为中文是一字一音的情况，因此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字。如果在这个字的上面移动滑鼠游标的话，它会马上在上面显示出它的对应的影片的内容。那如果做 double click 的话，它会显示出这个字所占据的一个长度，还有它开始的时间。你也可以直接来播放这一个字。如果你有某一个字听不是很清楚的话，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细部的发音的确认。有这几个操作，这个片段上面有2大部分，上面的部分呢是可以做影片编辑，下面的部分呢是字幕的修改。因此你这个字幕的修改，我直接按右键可以看到它这边所有可以操作的内容都在这个地方。那要合并下面一个片段的话，就是用 Ctrl+E， 因此可以游标停留在输入框里面的时候，直接按下 Ctrl+E， 它会把下一个片段的内容呢整个拼接上来。或者呢，你在这个影片编辑这个地方的最后面直接按 Ctrl+E， 或者是在最后面呢按下 Delete，
它都可以把下一个 clips 接到上一句来。那这个就是它拼接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要让它播音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按下 Tab 键，按下 Tab 键呢，它就会播这一个片段的语音内容，可以来播看看。介绍一个来自韩国的免费的语音识别软体。那如果你有一段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把游标停留在那一个位置比如说要从这边开始播，因此把游标停留在这边以后，按下 Tab。免费的语音识别软体，它就只会播游标以后的这一个内容。那如果有一段内容要把它给切割到下一行的话，把游标停留在位置上面比如说我停留在语音的左边，然后直接按一下 Enter。它就会把这个语音识别软体这几个字切割到下一个 clips 里面来，因此它的这个合并跟切割是很方便，而且可以非常的精准，因为它精准到每一个字。在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是我们按下右键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一个减少静音区间的这一个选项，它可以把影片里面所有没有发出声音的片段直接就从影片里面给剪掉，这样就省掉我们自己去把这个静音的部分去做删除的一个操作像它已经帮我们找到有39个静音区域，总共占到了 5.99 秒。那如果按下这个调整，它就会把这一些静音的部分整个移除掉。这一些静音的地方其实可以从片段这边看到它这个中括号里面点点，这个就是它辨识出来的静音。我们可以点击一下，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静音区域呢，它占了 0.18 秒。如果你不需要这个 0.18 秒的话，我们可以统一从这边整个就删除掉。那要请大家注意的是，你只有还没有发布的新影片，你可以用这个减少静音区间这个功能。如果已经上传过的影片，你只是要来加字幕的话，你就不要用这一个减少静音区间，因为它这一个呢会修改到原来的影片的内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担心不小心影响到原来影片的内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在编辑这边把锁定影片把它给勾选起来，这样子你不小心删除了这个影片编辑的任何一个字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锁定的功能，不会让你直接做这个编辑，会来保护你的这个影片不会被修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影片已经在影片锁定的状态，那我们来调整静音点击了调整，它会跟你讲锁定状态的影片无法编辑，它有这个保护。如果说你确定这个就是新的影片，而且要做这些编辑的变动的话，就把这个勾选给取消掉我们解锁了，然后再点击这个调整，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点点就会变成是中括号，里面没有点点，表示它已经把这个内容移除掉了。好，如果我们要整个来播放所有内容的话那跟一般的编辑软体一样就是不要在输入框，在外面按下空白键，它就会开始播了。韩国的免费的语音识别软体，那它的名称叫做 Veru。那 Veru 的发音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大家再来告诉我。好，再按一次空白就是把它给停止下来。这个就是语音的识别编辑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那接着再来展示一下怎么来做汇出它的字幕的汇出也很容易，只要到文件这里它就会有一个导出为另一种类型。那在这边你就可以选择要导出的是 SRT 还是.txt 或者是 Premiere Pro 啦，或是 Final Cut Pro 它的这些格式档它都可以来做选择，甚至可以汇出你的音频的文件那你要产生档案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汇出影片。好，那假设我们要汇出 SRT 档，就是选择这个字幕文件，那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动翻译的字幕。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选择所有要翻译的，可以自己再来选，要翻译成西班牙文，然后简体日语，我们要找一个英文英在这个地方汇出这4个语言同步汇出。这一个中文繁体是不用选的，因为它预设就会有，所以总共会一次就汇出5种语言。再点击导出。好，他说因为我们有变更呢，可能会有字幕跟影片会有不一致的问题，然后再点击导出。好，再点击存档，它就开始做导出，而且会自动做翻译了。这个就是它导出的这一些功能。SRT 档的自动翻译跟导出都结束了以后，就会弹出一个确认的视窗，你可以打开这个文件夹来看一下产生出来的内容。这边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修改过了刚刚这个静音的调整，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影片编辑这一边有做了任何变动以后，记得一定要重新导出为影片，产生一个新的影片，这样子刚刚的做了这一些删除的这一些修改才会在新的影片里面来反映，要不然原来的影片它是不会自动帮你直接就存档的。好，所以记得一定要再重新做一个导出，这样子你的影片的内容跟你的字幕才有办法可以同步。好，那这个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在操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影片如果比较长，那这样子一句一句的来做编辑跟修改的话是很花费时间
间的。那其实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那介绍给大家。首先就是点击右键功能表，再选择复制全部字幕，然后把字幕全部贴到系统剪贴簿里面。然后接着再进入文字编辑器，然后把刚刚系统剪贴簿的内容整个贴到编辑器里面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先做存档的动作比如说我这个叫做 Veru test.txt， 好，它是一个文字档。那这个时候就是直接在编辑器里面直接来修改它的断句。假设是这个样子，快的来做一遍。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不必去编辑里面的错字除非它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要不然就是只要做好断句就可以了。同时，请大家要注意你的档案的编码，请记得要把它给储存成是 UTF-8， 我把它改成用 UTF-8 不带签名。储存好以后，就可以再回到 Veru 了。那在 Veru 里面，我们可以点击字幕，再点击导入稿件。那在这边导入的就是一个.txt 的档案文件附加，然后找到 Veru。好，找到这个刚刚的文字档以后，点击开启，再点击导入，它会自动把文字的内容跟影片的语音做匹配。匹配完以后的内容就会显示在荧幕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会有所有的内容了。刚刚导入完成以后，它会有一个黑框显示出来那个黑框应该要自动消失，但是它没有自动消失，那你就荧幕卷动一下，它就会自己就会消失。那这个现在出现的呢，这一些断句就是刚刚文字档里面的断句，用这样子再来做修改，可以有比较快速的修改字幕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介绍 Veru 这个工具给大家，它非常适合用来产生 YouTube 影片的字幕，那推荐给所有需要产生字幕的朋友们来使用。那今天就介绍 Veru 到这边，谢谢各位。